将一片真实的热带雨林搬进自家客厅，将各种微生物、稀有的红眼树以及其他生物融入其中，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微观世界，是一种什么体验呢？2个月前，昆桑在网上买了一个雨林缸，想要模拟野外雨林里的生态环境，为人们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。然而，昆桑并不满足于此，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态景观。首先得考虑模拟天气，昆桑在网上淘了个9块9的水泵，再配上个照明灯，就这么把水泵塞进雨林缸的犄角旮旯里。下雨的原理是水泵把鱼缸底部的水吸到顶部，在顶部的孔洞里流下来。原理很简单，实现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昆桑先是从建材市场买了一堆切割好的亚克力板，用胶带将亚克力板固定在一起，在缝隙处打上玻璃胶，制作一个水泵舱。接着在亚克力底部钻了几个小孔，这样水就能穿过土壤流入水泵舱了。然后把水泵舱同样用玻璃胶固定在鱼缸里，接着在雨林缸顶部用亚克力板钻几个小孔，做成了一个滴水装置。这样一来，水就可以通过水泵从鱼缸里抽出来，然后在这些小孔里慢慢的流下来，看上去就像是真的下起了雨。在水泵舱的外面放了一些过滤棉，还有一些底滤板，然后在底滤板上铺满了陶粒作为雨林缸的基质，把椰土和腐殖土加水搅拌均匀后铺在底滤板上，接着把底滤板用玻璃胶粘在雨林缸壁上。然而这事儿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，方法错了，这不就出问题了吗？不管做啥，方法不对，努力白费。特别是小喜，正确的方法，小喜成效才能事半功倍。比如小英语，很多人背单词靠的都是死记硬背，死板又枯燥。那为什么不用奶酪单词，一边喂养小仓鼠，一边装修小家，在玩的过程中把单词记下来了？还有词根词缀串联，帮助我们搞笑速记。比如这个 manic 意思是狂野的，分开记忆就是骂你菜，是不是很容易就记住了？无论是小初高、4、6级、考研、雅思、托福、工作党，通通都能使用，还可以和朋友一起组队 PK。现在点击下方链接，下载奶酪单词主页，搜索天眼侠，就能领取免费会员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啊！在底部铺上网布，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细颗粒的火山岩，这些火山岩可是细菌微生物的温床。接着又在上面铺上一层泥土混合物，在前面的角落里留了一片区域，作为一个小小的池塘，为那些小动物们提供水源。昆桑还找来了一根葡萄牙原木桩，放在雨林缸的中央，作为未来树蛙栖息的地方。他还在网上购买了各种各样的雨林植物，种在雨林缸里，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，让它自行运转。为了保持生态缸的清洁，昆桑还引入了一些小清洁工，比如那些长得普普通通的小鼠妇。这些小家伙喜欢吃腐烂的木头和植物，再加上一些生命资源，所以它们的数量就可能会迅速增长。此外，昆桑还引入了一些小跳虫，它们也能帮助维护生态缸的清洁。昆桑还在缸里撒上了一些落叶，为这些小清洁工提供了藏身之处。这些价格昂贵的鼠妇虽然长得可爱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用处，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美观。为了提高土壤的活力，昆桑还在缸里放了一条蚯蚓，蚯蚓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，分解有机物质。最后，昆桑还添加了一些小蟋蟀，为整个生态系统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7天后，植物们开始慢慢的伸展腰肢，雨林缸中的生态环境正在悄然成型，水里出现了大量的微生物。一只蟋蟀不幸落入水中，瞬间变成了微生物们的美味佳肴。鼠妇们的行为变得有些怪异，当那些小跳虫们开始疯狂繁殖之时，这无疑标志着雨林缸的生态系统已然成熟，是时候让主角闪亮登场了，唤醒那沉睡已久的小黑吧。他的新家早已精心打造完毕，小黑用他那强健有力的后腿奋力一跃，跳出了雨林缸的束缚。小黑可真是个淘气鬼，再来一次吧。这次小黑终于成功地踏进了雨林缸。8天后，昆桑来观察雨林缸，缸内留下了小黑活跃的足迹。那片叶子上竟然有一坨粑粑，嗅着那股独特的气味向前探索。昆桑惊喜地发现，那片叶子背后
竟隐藏着小黑的身影。有时它会静静地趴在玻璃上打盹儿，一睡便是整整1亿光阴，时间仿佛在它身上静止流转。当青蛙们陷入梦乡之际，植物们却依然忙碌不停。随着光照强度的不断变化，它们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长出了粗壮的根系。60天过去了，植物们已然长成了茂密的森林，遮蔽了大部分的阳光。看来得进行一番修剪工作了。池塘里的水也该换一换了。小黑找到了新的睡觉的地方，植物们通过雨水滋润自己。昆桑还特意添加了一台雾化器，以确保雨林缸始终保持湿润状态。看着雨水纷纷落进池塘里，内心也随之变得宁静祥和。夜幕降临之际，小黑也从梦中醒来。它们拥有着神奇的红色大眼睛，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。在遭遇捕食者时，它们会突然瞪大双眼，以此威慑敌人。它们的身体颜色也是一种保护色，当它们闭上眼睛休息时，就会和树叶融为一体。昆桑为缸内引入了几只蚂蚱，但数量不宜过多，否则它们会将植物吞噬殆尽。行动迟缓的小黑能否抓住这些狡猾的蚂蚱呢？他先是洗了个脸，并不急于展开捕食行动。在对蚂蚱进行了半晌的观察之后，小黑终于决定出手了。他成功地品尝到了鲜美的柚子。当他锁定猎物的那一刻，会耐心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。小黑的眼球虽然硕大无比，但是视力似乎并不算特别出色。他好像并未察觉到身边的小蟋蟀，反而紧紧盯住远方的蟋蟀，发起了猛烈的攻势。从此以后，小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。好了，本期生态缸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